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机车的肺空气滤清器。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的进站系列就是我在整理我这台车嘛。因为我目前只剩一台摩托车了，所以变成说我很多整理上我没办法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啦。因为你大规模整修，势必你车子一拆下来，一拆开以后，可能都要好几天才有办法组装回去。而且我比较希望用就是一般车辆使用者的视角的角度去维修自己的车辆，或者说检查自己的车辆。我可能没办法像很多其他的朋友分享的，可能引擎拆解啊那些东西，因为说实话那种东西弄下去都要好几天，而且很多特殊工具你又必须去购买，再加上这种东西我是觉得基本上一般使用者根本不可能会去做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也很多人在拍了，那我就比较实用一点，都介绍一些比较一般人你只要有基本的手工具就能做的维修及检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我刚刚说空气滤清器嘛，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我这个是高流量的。其实我重点不是要它的高流量，我重点是要它的省钱。因为你看哦，你原厂一个空滤，你可能换2次机油，你可能就要换一片，那你这样子是一直在消耗钱。虽然这种高流量的，我是想说把它以可重复使用的东西来计算了。可能你换个几片以后，因为你车子你不可能骑个半年1年就卖掉啊，所以而且你只要有在骑机车，你这个一定要更换，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油耗，影响到引擎的点火效率，影响到空污排放，影响到很多啦。所以基本上我的车子不管汽车机车，我不是追求竞技，我也不是追求说，当然了，可能有一部分你让它吸更快的话，一定是对燃烧会比较好。但是最大的着眼点还是在于就是省钱啊。你可能你换个3片、5片，甚至10片空气滤清器，不管机车、汽车的，搞不好你就可以买一片这个啦。那这一片你只要有在做保养，有在做清洁，它的效果并不输原厂的过滤性。而且可能你如果选比较有品牌的话，可能对车子的性能油耗都会有帮助。而且重点是这个可能你车子骑到烂掉，这个都还不会换。那我是觉得如果 OK 的话，观念能够接受的话，是可以买这种来用。然后而且我是觉得也环保啦，很多东西你不要一直的浪费，像你纸的空滤，原厂的空滤它就是纸跟塑胶嘛，硬塑胶，那你就时候到了就换，时候到了就换，就一直在增加垃圾啊。那像这种东西，它这个就像我刚刚讲，你可能骑到车子刮掉，这个都还没换，好啦，倒霉可能换过一片，但是总比你一直丢垃圾、一直丢垃圾的好。那这个就是我对空滤的见解。然后像这种清洁，可能每个牌子不一样。你们如果换这种东西的话，就按照你们那个包装说明书、使用说明去做清洁保养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划算。然后我今天又顺便换了一下火星塞，因为我自从上次车被撞以后，然后再加上我那个负压膜，我基本上小毛病几乎都抓完了。所以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撞完以后有点，因为可能最近天气突然冷车的时候，它的挠钩又出现了。那我上次那颗1核心被烧坏以后，我就换这种嘛，换这种一般的同心火星塞，里面这个是大头的。但是我最近突然拿到重车用的，这样看得出来吗？
我尽量放一样高。这样看得出来吗？它的点火头比原厂的还要高，因为我记得一般的火星塞，像燃烧室上面是半圆形嘛，一个圆弧形，它只有这个导电杆会微微的突出气缸盖，就凸一点点在那边而已。这样讲好了，就是它这个边最多就是跟气缸顶、气缸盖那边切齐，应该没有到切齐。我记得这个都比较凹进去一点点，所以就会变成说你的点火，一般来讲，你混合气产生混合好以后，你应该是在比较。如果火候够强，你的那个混合比很好的话，你只要一点燃，不管从哪个角度点燃，它的爆炸都很漂亮。但是化油器车它并没办法做到说，你时时刻刻它的点燃都会很漂亮。然后我今天就是换这一种长头的，它这个就变成说，你的气缸盖、气缸顶，它的边边在这边。但是它的这个点火头会整个比较伸出去一点点，但是不会撞到活塞。我刚试了很久，活塞上来的时候不会敲到它，因为如果你活塞敲到它的话，你要么就是会出声音，要么就是卡住。但是除非你们有改凸顶改凸顶活塞的话。改凸顶活塞的话，才有可能会去撞到这种东西。要不然，以原厂来讲，气缸盖是平，气缸是平的嘛，就气缸顶是平的。那活塞上来的时候，只是微微的凸一点点而已。这整个平面你就看到活塞只是微微的凸一点点，然后气缸盖它上面是呈现一个圆弧状。半圆弧状，没有到半了，就稍微一个圆弧状，然后气门、进气、排气都在那边运作，所以而且，当然了，你活塞上到10点的时候，活塞顶杆都是缩回去的，所以，但是那个厚度，我觉得那个圆弧度放得下去，这种凸一点点的放得下去，然后我型号从7改成8，原厂是 CR71嘛。像火星塞还有分有没有电阻的，就什么这个还要讲很多，这个有机会再说好了。然后简单的就是我把7号换成8号，换成更冷。这样看着对焦，对不了焦。哦，好。我就是把从7号再升级到8号，原厂好像是6号，因为我上一片拍到那个1合金那个头，整个点到整个头不见，我是觉得纳闷。我自己的车，我曾听人家讲过了，我自己的车我是没有碰过，所以我可能骑乘方式啦，所以我这次就是再加了1号。然后火星塞就是今天做的更动，就是把短头的改成长头的。我的汽车也是，我换成 BMW 原厂的那个火星塞以后，我也是从平头升级成长头，但是那个1合金双1合金的，有啦，感觉效果有比较好。很多人说换火星塞没有感觉，因为那个感觉真的很小，但是真的一定有差。如果没有差的话，为什么要研发那种东西？好，今天回来我们的主角，空气滤清器。像只要是引擎，只要是内燃机，它一定有空气滤清器。原本是这样子，嘛。
然后基本上都是4支螺丝，你把它打开以后就可以打开了。那其实你在做清洁的时候，就可以稍微观察一下车子的状况。像进站的话没办法，因为进站它进气导管的问题，所以它的脏东西一定都会往后面跑。其实我觉得在滤网之前，很多东西都是正常的，因为它主要是要阻挡那些东西嘛，它只要挡得住，不要让异物进去，对引擎就都是好的。然后我今天比较想要讲的是滤网里面的东西。我们先看到空气滤清器内部，就是滤网里面，它这边有一个油管，它这个的用意就是等一下，这边这个东西，基本上只要是4行程机车一定都会有。它这个就是原厂自带的废油回收罐。我那天有介绍嘛，就是那根油管。现在不知道你们看到我手指的这根油管，那根，它油气进来以后，在这边会做分离，分离完以后，分离的油会到那边去，所以我有没有看不到？会到那边去，所以那根油管你要做定期的泄漏清洁，但是这边又有一个孔，这样有没有看到？这边又有一个孔。这个就是它的分离完的气，它会从这边，因为你一定要有个引力，才有办法把气缸顶的串气吸出来，所以它一定要有个吸气，这个就是这一个。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孔也是在滤网之内，因为滤网是盖在这外面嘛，滤网是盖在这外面，所以它这个孔是在滤网之内。但是目前可以看到，我这个孔这边稍微有点油漆。其实有点油漆是正常，因为以成本考量，你原厂不可能把你的废油过滤做得很高级或者做得很完善，它就是基本的啦，基本的帮你过滤一下而已。然后那个油漆进来以后，我刚讲的这个孔嘛，这个孔，这个按你刚夸屋，这个孔你只要不要很严重的会泄漏，如果你只是看到孔旁边有稍微晕出来的油渍油痕，这个都算正常。你只要不要说严重到这边一看就知道整个下面都是泄漏，那个就这一颗你这个主体就要更换掉，因为它的过滤已经没办法了。然后再回到刚刚讲的这个孔，其实这个孔的意思就是，毕竟空滤都在吸外面，而且它不像汽车，像汽车它是躲在引擎室里面，所以它吸到水的几率或者吸到吸到水液体的几率会比较少。所以其实汽车也有这个东西，只是它是直接可能就往下漏。那我刚刚稍微有要把我拍之前我才想到，我就这个夹开以后，现在不知道你们看到里面有液体，这个就是一些水汽啊，或者说如果你刚刚我讲的那个孔如果严重的话，它的油也是我由这边泄漏出去。那
这个是油，这个是油漆。闻味道，这个是油漆没错，油漆产生的机油的液体。因为我这台我记得它本来没这根管子，它连后面那根那个齿轮箱透气管都没有，反正这还是少很多东西，这都我后来加装的。但是我印象中，我装回去以后我好像骑了快2年，我从来没有清过。忘记清，所以如果说这么长的时间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脏污，应该我觉得这就是正常的。那这个孔要记得就是保持它的畅通，可能拿个竹筷子细的东西稍微的清一清，也是蛮脏的。然后这个清完以后，就记得把它装回去就 OK 了。然后这个装回去也很简单，它就一个夹式的束扣嘛，就把它塞回去就好。这个好像我自己做的，我自己拿那个管子后面稍融化一点以后把它夹紧做的，忘了。这样就固定完成了。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嘛，那个孔跟这个孔清洁完以后，我们原厂这个空滤网拿下以后。注意的就是要注意看这2个地方以后，再加上这里面的感觉。如果这里面你会觉得有很多沙粒，就是灰尘比较多。如果很细的那个灰尘很多的话，我是觉得可能你的滤网的品质很差，或者说你已经太久没有换，才会造成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啦，如果你说有一点点油漆，我是觉得都算正常，因为毕竟它这边有油管，在跑，所以你这里面有很些微的油漆，我觉得这是正常。但是千万不要说滤网打开以后就看到这里面有比较大颗粒的灰尘或者沙粒，这个真的对引擎都不好，因为你在骑乘的时候，这边的吸力很强。你如果说你空滤都有定期在换，然后它的砂石粒、它的那个沙粒的程度还是很多的话，那就表示你的空滤过滤效果有问题。但是这个多半都会产生在那种改装的滤网上。如果你的改装滤网，你换改装滤网后，那个粉尘的几率变多的话，那可能那个滤网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可能滤网这种东西，大家稍微问一下啦，或者可能看看人家的分享的爬文会比较好。然后再来就是像这边就是空滤的空气滤清器的集气室，这个也是啦，但是这个是滤网之外。每台车样子不一样，但是都大同小异。它一定有个进气，进来以后，
它会在这边循环嘛，然后气就从那边进去。基本上会有气进来，是因为化油引擎的吸气，气才会进来。那就像刚刚滤网看到，我的章都是在后面这边，因为它的吸气就是直接往后面冲。然后你看，在滤网之前，你光看不到，在滤网之前，灰尘很多，这边就看得出来。你看，滤网在这边嘛，在滤网之前，这个都灰尘很多。但是滤网之后，它灰尘真的少很多，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就效果就很好了。然后这边有一个孔，每台车不一样啊，但是基本上一定都会有个孔。这个孔的用意就是，如果水汽真的进来的话，比较大颗粒的水汽、水珠会碰到这边，然后凝结往下漏，然后就排泄掉。那清洁的话，也就是就擦一擦咯，很简单的就是擦一擦，让灰尘少一点。然后像进气孔的话，可以的话也稍微擦一下，因为如果脏污卡多的话，它的进气率进去的容积就会变小，就会影响你的进气。像有在玩进站的，可能很多都会加一个什么电宽片，这边会加一个电宽片，它的用意就是增加空滤的里面的容积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而且有人说这个改短改粗都会影响到它的进气啦。但是我是觉得那是局限于改装车啦。如果你车子没有改装到某个程度的话，你让它进气变那么大，你的化油器可能就要另外再调整混合器啊。对，你的化油器要另外再调整。如果是喷射的话，它会自动修正，多半汽车都会自动修正，所以汽车换那种高流量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哦。我忘记说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要切这一个，就是我刚刚有说我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人车又开始稍微会恼过，但是车脚一热什么状况就又好了。然后我也是查了，我以前那些常会出状况的地方，我也重新检查过一遍，都没问题。然后我后来是想到我的空滤很久没清，所以我刚刚才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你供油量不变，因为混合比嘛，它只要有气进去，它的供油量就不会变。但是油气要燃烧要爆炸，它就必须要有油跟气跟点火嘛。然后我刚刚就是检查火星塞 OK， 但是我只把它再做个小升级。然后混合比也 OK， 因为我的混合比我调到我那个怠速螺丝，我只碰到那个怠速调整杆一点点，它怠速就上去。我变成说我的怠速螺丝很灵敏啊，我只要动一点点，怠速就会马上动，不像之前有一阵子调错，怠速怎么转就笨笨的。所以说那边的进气没问题，化油器的混合比没问题，点火没问题。那会导致混合比错误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一个咯。所以我今天就是检查这一块。然后我刚这个已经清完了，稍微清了，我没有洗，因为没时间。因为这个洗完，我没有专用洗剂啊，所以这个洗可能要2-3个小时，你要让它阴干嘛，所以而且我这个算是干式的，所以我大致就是拍一拍、清一清，把一些脏东西处理掉，简单的处理。因为你这个如果进气效率降低太多的话，
你的化油器，你的引擎会吸气的量会变少，就变成说你的汽油没有变的话，你的空气变少，那是不是就变成你的油气混合就不正常了？油多气少，这样懂我讲意思吗？其实如果某一个程度上你要做一些比较重要的调整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可能活性塞、空滤、化油器这几个东西一定要先检查，都正确以后，你调整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会是正确的结果。要不然像我刚刚讲的，我的空滤很久没有清，也有可能会导致进气率降低，所以变成说可能如果我要求它的混合比比较正常的话，势必我要把化油器的混合比降低，的供油降低，去配合它的空气降低，因为那个比例这边低了，混合油气也要跟着下来，这样子你才对得上，要不然你这边高那边低也是不正常啊，只是没有很完，感觉没有很稳定，所以我才会想要清一下。那大概的检查重点就是这样子咯。那这个今天讲的很混乱的汽车的肺、空气滤清器的检查，然后该注意的事项跟一些建议，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